2019年8月2号，美国单方面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也随之失效。没有条约的限制之后，美军就开始大力发展陆基中程导弹，并不断炒作要部署到印太地区。8月20号，美军就进行了一次战斧巡航导弹地面发射试验，导弹攻击了500公里外的目标。12月，美空军又试射了一枚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但没有公布详细细节。另据美媒报道，美海军的标准6导弹已经正式上岸，被陆军选中用作中程弹道导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为陆军开发一种精确打击导弹系统，其基本型号的射程就可以达到480公里以上，改进型号的射程可能会更远。与所有陆军的装备一样，新型导弹系统也将是地面机动的。岛屿上会部署那个叫暗鹰的一种这个陆基超远程这个导弹系统。那么它现在有超高速版本和亚音速2个版本，现在还没有研制成功。但是这种导弹的话，应该说是美国如果是在日本部署导弹的话，它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它是陆基的，而且是全部是机动的，就可以用运输机把这个发射车和这个导弹运过去，然后半天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部署和发射这个过程。那么最有可能就是它。目前，日本自卫队还在距离台湾岛仅有300多公里的石垣岛上加紧施工建设导弹基地，预计在年底前会有500至600人规模不等的日本导弹部队部署在这里。从地理优势考虑，石垣岛显然是美日干预台海局势的重要阵地。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爆出的美日新联合计划草案，主要内容就是当钓鱼岛或台海发生紧急事态时，美军将会利用日本西南诸岛的地缘优势进行兵力以及导弹部署，以增强对于局势的进一步干预能力。日本这个西南的这个诸岛的话，这肯定是日美这个同盟的地理上的便利性的，因为这个岛屿的话，离我们这个前述太平洋这个出海口的话，等于是距离很近，没有特别宽的海峡或者没有这个开阔的海域。那么它这个地方的话，要么部署雷达，要么部署岸舰导弹，这些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阻碍。现代舰船副主编蓝云海指出，即便美军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导弹力量，由于生活条件恶劣，也不会进行常驻，而是在有事时进行紧急部署。因为他去年和前年的演练的话，原来这个地方的话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空房子。那么美国演习一开始，那么C-17这个大型运输机一架的飞机过去，把这个导弹系统运过去，当然是一些卡车或者一些那个发射车运过去以后，半天把它组装好，这完成了。他以后可能也会是采用这种模式。就是说平时的话，他那地方是没有驻军的，但是如果是有战事或者危机，这个国际形势比较危机的时候的话，美国可以很快的部署到那里。
不仅如此，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还鼓吹要帮助日本发展陆基反舰防区外导弹的能力，即帮助日本发展远程岸舰导弹，真实目的就是变相让日本拥有中程导弹，从而使日本在美国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日本多年来一直试图拥有具备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中程导弹。此前还曾希望直接从美国购买战斧巡航导弹，但是最后是没有谈成。一方面是美国对这个攻击性的武器，在那个时代的话，他对攻击性武器输出到日本还有些疑虑。另一方面的话是当时日本买这个导弹的意愿也不够强烈，那么最终所以就这笔军售就算了。那么现在的话，一个是美国对日本这个攻击性武器的这个装备限制的话，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日本呢这边他也不想这个花太多的钱去直接购买整套的这个美式装备系统，所以他是现在要求想有这个想法，就自己研制这种超远程的导弹。